被举报丢了工作后，老公便拜托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份保姆的工作。我认真照顾雇主刚满1岁的小儿子，然而处处找茬的雇主却将刚刚煮好的滚粥从我头上浇了下去。我十分委屈，给老公发信息诉苦，他却指责我别这么矫情，你是去当保姆，不是去做公主。我合上了手机，忍着剧痛开始工作。然而晚上我准备清洗小朋友尿湿的床单时，却听到老公的声音从雇主卧室中传了出来，为了你和儿子，我连苏念肚子里的孩子都舍得，还不信我只爱你。一会儿我就把他的工钱给扣了，给我的宝贝买兔女装，这下高兴了吧？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听到老公李成的声音，我正在原地，眼底满是难以置信。怎么可能？我浑身冒冷汗，忍不住看向雇主白安那扇没关紧的卧室门。一定是我听错了。然而下一秒，白安又娇又媚的声音响起：“哎呀，那个苏念长了张死人脸，天天面对他，我心情都不好。阿成哥哥，你必须赔偿我眼镜保养费。”李成轻笑一声，声音里满是温柔和宠爱：“当然可以，你想让他给你做保姆，我就费劲儿给你弄来。我哪次没满足你的愿望？但你也给我个面子，下次别故意烫他了。”人都哭了。闻言，白安冷笑一声，嗓音都带上了一丝哭腔：“人家手没拿稳，这他都哭，怎么这么矫情？你是不是心疼他了？”白安哽咽着，语气里满是委屈：“你越心疼他，我就越要收拾他，看你还敢不敢关心他。”我浑身血液倒腾，双手紧紧攥拳，指甲陷进肉里都没有察觉。见白安哭了，李成顿时心疼坏了，连忙哄道：“宝贝，我最爱的人可是你，我要是心疼他的话，会专门在他的水杯里下堕胎药吗？会让他这辈子都做不了母亲了吗？我做这一切不都是为了让你和咱们儿子得到更好的照顾？你别哭了，哭得我心都颤了。”听到这话，白安抹了抹眼泪，扑进李成怀里。我正在原地，仿佛一只巨大的手掌紧紧攥住我的心脏，让我痛到窒息。我浑身止不住的颤抖，伸手握住门把手。就在准备推开时，李成将白安扑倒在床上。我像是触电一般收回了手，朝着宝宝房跑去。看着小朋友熟睡的容颜，我眼圈一红，眼泪止不住掉下来。刚失去孩子的那个月，我虽然难过到了极点，但是依旧强撑着身体继续工作。没想工作也因为被举报弄丢了。李成心疼我，说我那么喜欢孩子，或许去照顾孩子会心情好一些。原来都是假的。我颤着手掏出手机，拨通了李成的电话，直到第3个他才接起。我强忍着心中的悲痛，声音有些沙哑道：“我想你了。”李成勃然大怒，语气里满是烦躁：“你多大年纪了？能不能别学小姑娘搞这一套？”闻言，我嘴角闪过一抹苦涩的笑容：“我想回家，不想干了。”李成顿时急了，声音陡然增高：“你疯了吗？你也太没责任心了！你突然辞职，让白安母子怎么办？你要知道，你这份工作是签了合同的，你现在违约是需要赔偿一大笔违约金的。你能不能别做了？”我吸了吸酸酸的鼻子，难过从胸口蔓延至浑身上下，就连我的声音也有些哽咽道：“为什么你上来就指责我，都不问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？”电话那头，李成愣了几秒，压低了声音安慰我道：“工作都是这样，你就算不在这里当保姆，去别的地方也肯定会受委屈的。而且安安是个新手妈妈，
有的时候情绪过于紧张，你要多理解他一点。再说了，你现在已经不是老师，而是保姆，你要多为安安着想，而不是动不动就撂挑子不干了。安安，这亲昵的称呼像是利剑一般，狠狠扎在我的心头。我越发的难过。手机屏幕上，老公这个备注不断地闪烁着绿光，仿佛在嘲讽我的懦弱与无能。我再也忍不住，开口问道：“安安，你和他到底什么关系？”李成脸色一僵，下一秒语气变得无比生硬道：“苏念，你能不能不要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了？不过是一个称呼而已，你至于怀疑这怀疑那吗？”闻言，我怔了怔，没有说话，似乎意识到自己态度过于紧张。李成按捺着心中的烦躁，小声安慰我道：“老婆，如果你真的不想做保姆，那做完白安家就别做了。你放心，我赚的钱足够你这辈子挥霍了。”李成按下挂断键时，白安的冷笑声传了过来，很短暂，但还是被我捕捉到了。隔壁传来了和上门时的碰撞声，我心间一颤，仿佛在滴血。我忽然情绪爆发，什么都抛之脑后，跑出了房间，想要和李成一刀两断。然而，整个客厅空荡荡的，连一点声音都没有，更别提人影了。黑暗中，那不断闪烁的小夜灯，仿佛也鄙夷我的所作所为。就在这时，白安从卧室走了出来，她穿着一件镂空真丝睡裙，漫不经心地走进了宝宝房。不到1分钟后，她走了出来，看向我，满脸轻蔑：“苏念，你在这里愣着干嘛？我雇你是让你来我家发呆的吗？孩子睡了，你就不用陪着了。”我强忍着心中的悲痛，转身朝着宝宝房走去。路过白安时，我清晰地看到了他脖颈间欢愉所留下的红色印记，我胃里一阵翻滚，只觉得恶心到了极点。此时此刻，我终于理解白安为什么永远都对我不满意，无论我怎么做，他都要为难我、侮辱我。见我低头不语，白安柳眉轻蹙，眼底闪过一丝不爽：“苏念，你有没有礼貌？还知道我是你的主子吗？信不信我立刻去家务中心投诉你？”我抬头看向他，面无表情道：“你去吧。”白安怔了怔，随后脸色瞬间黑如锅底。他似乎想要骂我，却忍住了：“你给我等着！”神经病！白安小声嘟囔道，气冲冲地朝着卧室走去。我也回到了宝宝房，看着小朋友熟睡的容颜，我神情变得无比复杂。我呆坐了整整1晚上，没有合眼，直到清晨，第一缕阳光照进房间，我仿佛才恢复生息。我掏出手机，拨通了校长的电话号码，响了几声后，电话那头传来校长的声音：“小苏，这么早找我是有什么急事吗？”校长，我当时究竟犯了什么错？为什么只是别人一个举报，我就被迫下岗了？我有些崩溃，我不明白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难道就因为我流产后请了几天的假期吗？校长一愣：“你都在说些什么？不是你主动申请的离职，说你小产后身体不好，要休养身体再生一个孩子吗？”我愣在了原地，原来我的工作竟然也是他换掉的。心脏处传来的剧烈疼痛让我忍不住蹲在了地上，我将自己紧紧蜷缩成一团，大口大口呼吸着，泪水浸湿了我的衣服。我在这个世上最亲密、最信任的人，竟然是伤我最重、害我最惨的罪魁祸首。李成，你真该去死！就在这时，床上的小朋友忽然醒了，他看向我，圆圆的眼睛里满是懵懂。抱抱，稚嫩的童音含糊不清的在我耳边响起。我冷冷地扫了他一眼，径直离开了房间。哇！小朋友的哭声顿时响彻整个屋子。白安连忙跑了过来，
轻柔地哄着啼哭不止的小朋友。见我仿佛没事人一样坐在一旁，白安眼底满是愤怒：“你有病吧？孩子都哭成这样了，你还有脸坐在那里？”说着，白安抄起手边的玩具，狠狠地朝我砸来。“苏念，你他妈懂不懂什么叫做契约精神？”白安厉声喝道。玩具从我的脑袋上擦边而过，压在了地板上，发出一声巨响。白安越发的不爽，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，望向我的目光满是怨毒。我也抬眼望向他，神情毫无波澜道：“白安，这个保姆我不当了。”闻言，白安嗤笑一声，眼底满是鄙夷：“苏念，你以为这是过家家，想不当就不当了吗？你可别忘了，合同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你必须在我们家做够1年，否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。”我并没有被白安的话吓住，反而觉得他十分可笑。法律责任？白安，麻烦你弄清楚，我只是签了一份工作合同而已，并不是卖身给你家。听到这话，白安冷笑一声，看向我的目光更是仿佛在看一名傻子。“苏念，你应该认识字吧？麻烦你好好看一看合同，再和我说话。”白安的语气里充满了讽刺，我心中咯噔一声，顿时感到有些不妙。我连忙跑回宝宝房，在角落里的背包中翻找出来那份合同。我逐字逐句地看了过去，拿着合同的手指忍不住颤抖起来。这些条款几乎可以害得我死无全尸，我只觉得浑身血液凝固，冷到了极点。我死死攥着手里的合同，目光在我名字的落款处怎么也无法移开。那上面盖着的是李成律师公司具有法律效益的公署刻印，红艳艳的刻印是那么的刺眼，刺得我犹如万箭穿心，痛到无法呼吸。当初李成让我做保姆时，亲自为我定制了这份合同。作为他的妻子，我对他十分信任，更是毫无戒备之心。我相信，以他在法律方面的权威性，是绝对不会让我陷入任何困境。谁成想，他竟然这样对我！我对他的毫不设防，竟成了他伤害我的一柄利刃。这真是讽刺到了极点。我的丈夫和小三联手将我逼至绝境，我眼圈通红，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。我死死地捏着手里的这份合同，指尖因过于用力而泛白，就连神情也变得有些癫狂。白安见状，皱着眉朝后退了2步，厉声喝道：“苏念，你发什么疯？现在合同你也已经看了，可以继续工作了吧？这1年里，你必须在我家当牛做马。”闻言，我看向他，嗤笑一声，意味深长道：“1年？你在赌我这个原配对你这个小三和私生子没有恨吗？”说着，我别有深意地看向宝宝房的位置，白安却丝毫不怕，眼底满是嘲讽和轻蔑。我和李成根本就不相信你，所以这座房子里到处都是摄像头。你敢做什么？你要是真敢做什么，李成就会亲手把你送进监狱。我冷冷地扫了白安一眼，那你就看看你们有没有命把我送进去。我不想再继续浪费时间了，攥着那份合同，转身朝着大门走去。我要去找李成，我要让他亲口告诉我在他心中究竟是什么。苏念，你这个贱人，你要去哪？白安气急败坏的声音传来，我却没有回头。我狂奔到了李成的律师公司楼下，激烈的运动让我大口大口喘息着。就在这时，我迎面撞上了李成。苏念，你给我过来！李成强硬地将我拖到了一旁，厉声质问道：“你是不是疯了？安安一个人怎么能够忙得过来？你就这么把他们母子扔下了？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狠毒的一个女人！”我正在原地
不能相信李成竟然说出这样的话，直到手腕处传来的刺痛，我才回过神来。我用力地挣脱开李成攥着我的手，并扬起手臂，重重地朝着他扇了过去。李成，你闹清楚，我才是你老婆！你他妈让我去伺候小三和私生子，你还是人吗？我撕心裂肺地吼道，并将手里的合同扔到了他的脸上。你竟然这样坑害我！你这个畜生！我不断地挥舞手臂，发泄着自己心中的悲愤。李成直接被我打懵了，整张脸又红又肿。周围的路人见状，纷纷停下了脚步，看向这边，指指点点。李成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，紧紧攥住了我的手腕，低吼道：“苏念，你抽哪门子风？”看着他眼底的厌恶和嫌弃，我仿佛瞬间被抽空了所有力气，无助而绝望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指着地上那份合同，眼泪不停地在眼眶里打转。李成眼底闪过一丝愤怒，看向我的目光越发不满。你至于吗？为了这芝麻大点的事，把安安母子俩扔在家里，跑来和我发疯。我嘴角勾出一抹自嘲的笑容。芝麻大点的小事，是不是在你眼中只有白安的事情才算作大事？亦或者说，还有他那个连父亲都不知道是谁的野种的事算是大事？我看向李成呢喃道，眼底满是悲愤。李成的脸色顿时黑如锅底，愤怒到了极点。他抬起手，直接甩在了我的脸上。毫无防备下，我直接被李成扇倒在地，火辣辣的疼从脸颊不断的传来，我的心脏痛到破碎。他打我，只因为我说了他的情人和私生子。或许我从不应该对他还抱有希望。我抬眼望向李成，彻底死心。看我竟然跌倒了，李成眼底闪过一抹慌乱，他下意识上前一步，想要扶我起来。对不起，老婆，我刚才就是太激动了，你千万别生我的气。滚！我躲开了他伸来的手。李成见状，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走到一旁，将合同一张张捡起。老婆，这里面有误会，你能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吗？我沉默不语。李成自顾自地继续说道：“白安原则性很强，这份合同主要是为了让他满意。”我冷哼一声，只觉得可笑到了极点。他满意了，那我呢？我就活该被折磨、被侮辱。你可真是大公无私的好律师，我嘲讽道，看向他的目光满是不屑。李成愣住了，我从来没有用这种态度对待过他。他张了张嘴，刚想说什么，却被我抢先了。李成，离婚，你不要再找任何借口了，我没兴趣听你解释，更没兴趣和你继续一起生活了。苏念，你就因为这份合同要和我闹到这个地步？李成眼底满是难以置信。闻言，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一份合同，李成难不成觉得我是又瞎又蠢的白痴吗？他该不会以为我至今不知道白安母子的真实身份吧？我冷冷地看向他，目光里满是嘲讽。李成脸色变得有些难看。我是不会和你离婚的，是吗？你不和我离婚，那你的情人白安怎么办？你们的儿子这辈子都是私生子，都会被别人叫做野种。我阴阳怪气道。李成脸色瞬间无比阴沉，双手忍不住攥紧了拳头。这里面有误会，我和白安并不是你想的那样，等有时间我会好好和你解释。你现在先回去继续工作，乖。我嗤笑一声，无语地翻了个白眼。误会？儿子都搞出来了，还能有什么误会？李成该不会还以为我是之前那个任由他欺辱的傻白甜吧？他哪来的自信？发生这么恶心的事，我还会原谅他？我只觉得胃里一阵翻滚，恶心的想吐。李成，我懒得和你沟通，
你抽空和我去领离婚证吧。李成沉默了几秒，面色无比坚决道：“不可能，我不会让你离开我，我爱。”就在这时，李成的电话忽然疯狂震动，手忙脚乱下，他不小心按下了免提键。阿成，宝宝出事了，怎么了？李成眼底满是焦急。宝宝发烧了，浑身特别烫。电话那头，白安声音带上了一丝哭腔：“你先别急，我现在给你叫个车，你带宝宝去医院，我随后就到。”李成井然有序地安排这一切，和刚才打我时的疯狂模样判若两人。挂断电话后，李成狠狠瞪向我：“苏念，你这个毒妇，你对孩子做了什么？”李成大吼道，并直接伸出手紧紧地掐住我的脖子，窒息瞬间将我笼罩。就在我即将失去意识的那一刻，李成松开了手：“苏念，你最后祈祷孩子平安无事，否则我有1000种10000种手段折磨你。”李成像是拖死狗一样将我拖上了计程车，朝着医院赶去。等我们赶到抢救室门口时，白安已经哭成了泪人。“阿成哥哥，医生已经给咱们儿子下病危通知书了。”白安扑进李成怀里，痛哭流涕。原来我离开后，白安竟然带着没穿外套的孩子出去遛弯。这么小的孩子顿时被冻得发烧，引起了肺部感染。“苏念，你这个狠毒的女人，你还有脸来这里？”看到我，白安眼底满是怨恨。“你知不知道你把我的孩子害得多惨？”“安安，你先冷静。”李成将白安禁锢在自己怀里，神色冷漠地看向我：“你还不赶紧给安安磕头认错？”闻言，我嗤笑一声，无语至极。“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关系？”白安大吼道：“你自己流产了，就来害我的儿子！早知道我说什么也不同意，你来给我的宝宝当保姆！你这个心理扭曲的毒妇！”白安的话犹如重锤，狠狠砸在我的胸口。我流产的真正原因，他不知道吗？我眼底闪过一抹悲痛。一旁的李成也开口了：“还不赶紧跪下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”我笑出了声，眼泪不停地在眼眶里打转。这就是我的丈夫，害得我一无所有后，还要站在小三那边侮辱我，我心痛极了，仿佛整个心脏都碎掉了。也罢，既然如此，那我还留什么情面？我直接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。没错，在中心医院，有人给1岁幼儿下毒，还不知道是否能抢救过来。白安顿时慌了，扑过来想要夺走我的手机，被我躲开了。“你疯了！你这是贼喊捉贼！”白安情绪失控地喊道。“是吗？”我冷笑一声，意味深长道：“那就让警察好好调查调查，这所谓的贼究竟是谁？阿成哥哥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站在我这边。”白安紧张地望向李成：“放心，我永远是你的后盾。”李成将他搂进怀里，瞪向我：“苏念，你现在跪下磕头，我还可以原谅你，否则等警察来了，一切都晚了。”“好啊，那我们就看看究竟是谁错了。”我冷冷地望向李成：“到时候你可跪下磕头求我。”听到这话，李成面色铁青，眼底满是阴鸷：“你等着，不到10分钟，警察就赶过来了。”我将早就拷贝下来的监控视频交给了警察。白安顿时吓坏了，眼底满是惊慌失措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他早就删掉的监控录像怎么还有备份？但我来的时候，就托一个学计算机的朋友帮我从李成的电脑里拿到了备份。警察仔细观看了所有监控录像，不由眉头紧皱。根据监控显示，孩子明显是因为你这个母亲照顾不当才会发烧入院，而且孩子并没有中毒。根据医生的口供，
孩子是因为发烧引起的肺部感染才会病危。闻言，白安愣在原地，他扭头看向我，眼底满是难以置信。我冷冷道：“现在你知道孩子究竟是中毒，还是因为你的愚蠢才会入院了吧？”听到这话，白安身形一晃：“不，这不可能。”他看向李成，一脸委屈和慌乱：“阿成哥哥，我没有想要害宝宝，你相信我啊！”阿成哥哥，白安哽咽着，哭得梨花带雨。李成顿时心疼坏了，将他搂进怀里，轻声安抚道：“安安，我相信你，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咱们宝宝一定会没事的。”说完，李成看向准备收警的警察们，缓缓开口道：“警察同志，我们还有一件事需要你们的帮助。”说着，李成冷冷地扫了我一眼：“保姆苏念，工作时间擅离职守，是导致孩子生病的间接原因，再加上他擅自连接家里的监控设备，严重侵犯了女主人白安的隐私权。”白安看向我，眼底满是得意，似乎在嘲讽我的无能。就算我准备周全，又怎样？在李成的帮助下，他依然能够置我于死地。李成的每一个字都像晴天霹雳一般在我脑海中炸响，我被轰得大脑一片空白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有一天李成竟然会用他的专业来构陷我，只为帮情人报复我，太可耻了！我心中充满了愤恨，身体忍不住颤抖起来。苏念，你还不说对不起吗？李成高高在上的看向我，有些怜悯道：“只要你磕头认错，我可以签下谅解书，原谅你这一次。”我强忍着眼泪，心如死灰。或许自始至终，李成都未把我当做过妻子吧。我好后悔和他结婚，我甚至后悔认识他。我是不会为没有发生的事道歉的。我倔强地望向李成，闻言，他面色顿时阴沉的，仿佛能够滴下水来。既然你这么不识抬举，那我只能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了。可以，就让我看看你的专业如何。说完，我径直转身离去。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律师，我就不信没有人可以和李成对垒。我一边找律师，一边去医院用李成的毛发和那孩子做了加急亲子鉴定。结果出来时，即便早已预想到，我还是忍不住落了泪。李成出轨实锤了。开庭那天，我将整理好的资料交给律师，坐到了被告席上。我看着李成一天天讲述我的罪过，神情不由有些恍惚。我的枕边人竟成了原告的委托人。李成断断续续说了很多，我却只听到最后一句话：我方要求苏念女士对我方进行诚恳道歉，以及赔偿一定的精神损失费。闻言，我轻笑一声，看见我笑，李成莫名有些心慌。在他的注视下，我的代理律师拿出了一份又一份证据。据调查，苏念女士和李成先生是夫妻关系，而白安女士所居住的房子是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。因此，作为女主人，苏念女士完全有权利做任何事情。至于擅离职守，苏念女士并没有直接和白安女士签署雇佣合同，因此他们并无直接雇佣关系。李成瞬间面如死灰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他用来牵制我的合同竟然会变成击垮他的证据。李成彻底败了。庭审结束后，他直接冲到我的面前，一脸阴鸷道：“苏念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”我冷冷地扫了他一眼：“李先生，3天后还请准时上庭。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和你离婚了。我相信咱们的离婚案结果一定很不错。”李成脸色越发难看，眼尾泛红。我和白安是个意外，那次公司团建，我们都喝多了才会发生关系。我也没想到，就一次他就有了我的孩子。医生说他身体很差，
不能做流产手术，所以我才允许他生下来那个孩子。老婆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，我不想离开你。意外。我冷笑一声，看向李成，你在我水杯里放堕胎药也是意外，你背着我去学校替我辞职也是意外，你让我给你的情人和私生子做保姆也是意外。李成，你所谓的意外也太多了吧？我每说一个字，李成的脸就白一分，说到最后他脸上写满了震惊。你都知道了。李成颤声道，我错了，老婆。我知道我以前做的事有多么混蛋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你这么爱我，一定舍不得毁掉我吧？看着李成苦苦哀求的模样，我只觉得恶心到了极点。那你呢？你做这些事的时候就没有想过我怎么办？你毁掉了我，如今却让我原谅你，你还要脸吗？你甚至为了情人还想让我进监狱。我低吼道，悲愤交加，我没有，老婆，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你，不是真的要送你去监狱。李成慌了，无所谓了，反正我不要你了。说完，我径直转身离去。看着我的背影，李成紧握拳头，眼底恨意迸发。苏念，离婚案可是我的专长，你要是再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我不顾夫妻情分了。我没有理他，直接离开了。至于白安和那个私生子，也被李成接走了。不过无所谓，该掌握的东西我早就交给律师了。开庭前，我和李成在法院门口相遇，他看向我，胸有成竹道：“苏念，所有离婚案一审都不会下判决，你放心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离开我的。”我根本不想搭理李成，直接越过他，朝着法院里走去。正式开庭后，李成罗列了许多条件，就是不同意和我离婚。看着他胡搅蛮缠的样子，我眼底闪过一丝不耐烦。随即我看向我的代理律师，一个眼神他明白了我的用意。他将我所收集的李成出轨的证据全部列举出来。李成的脸色顿时变得无比难看，眼底闪过一抹紧张和慌乱。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李成竟然如此不要脸，他打死都不承认和白安之间的关系，非说他们只是朋友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像疯了一样，嘴里一直重复着：“我不要离婚，你不可以离开我，不要离婚。”只可惜他所做的这些，在公正严明的法官面前一无是处。当看到我的代理律师拿出那份亲子鉴定报告，法官的心已经偏向了我。李成还在拼命挣扎，不可能，这报告一定是假的。苏念根本没有机会接近孩子，他哪里来的孩子的毛发来和我做亲子鉴定？他编造证据。看着李成歇斯底里的样子，我心情毫无波澜。李成顿时如同泄了气的公鸡，满眼绝望：“求你了，你告诉我这鉴定报告是假的，好吗？”李成苦苦哀求着，我却不为所动。我代理律师提供的所有证据都是根据相关规定依法整理出来的，没有假的，你就死心吧。李成，今天你注定要净身出户了。法官当庭判决了我和李成结束婚姻，他什么都没有了，甚至就连他给白安买的房子、车子以及花掉的所有钱都被我要了回来。他和白安不是口口声声称我为毒妇吗？那我就让他们看看真正的毒妇是什么样。走出法院，我只觉得无比轻松，终于和李成这个人渣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我看向他，只见他弓着背，仿佛苍老了几十岁。苏念，你满意了？李成和我对视，目光里满是怨恨、不解和不敢相信。你是不是从始至终都知道我出轨这件事儿？这些证据是不是你早就准备好的？你早就想将我置之于死地？苏念，你好狠啊！闻言，
我默默翻了个白眼。李成大概是忘了他对我做过的那些事吧，不过无所谓了，反正我们从今以后不会再有任何联系了。我看向他，漫不经心地说道：“随你怎么想，我不在意。”说完，我径直朝着楼梯下走去。身后的李成无助地瘫坐在楼梯上，满脸绝望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李晨呢喃道，终于克制不住心中的悲痛，失声痛哭起来。我没有回头，毕竟他就算死，也和我毫无关联。3个月后，我经过系统的学习以及实际考察，开设一家家政服务有限公司。我对员工要求十分严格，当然他们被雇主欺负的时候，公司也会义无反顾地将他们护在身后。我的公司很火爆，订单堆在一起排都排不过来，我只能再雇佣一批保姆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白安竟然会在这批人之中。看到我，白安身形一晃，神情顿时变得无比复杂。苏念离婚的时候，你不是拿走了李晨所有的钱，怎么还在这里跟人家当保姆？闻言，我轻笑一声，保姆怎么了？所有职业只要做到极致就是最棒的。说完，我看向一旁的秘书询问道：“谁是第一个面试者？”白安怔了怔，眼底满是疑惑。秘书见状，白了他一眼：“这是我们公司的苏董事长，今天面试由他负责。”白安眼底飞快闪过一抹难以置信，他看向我，目光里满是怨恨和嫉妒，脸色白了红，红了白，最终落荒而逃。和他一起来面试的几位面试者见状，不屑地撇了撇嘴，开始小声讨论着。我这才知道，原来李成和我分开后并没有娶白安，因此白安怀恨在心，直接向有关部门举报了李成。他声称之前是李成公司的工作人员，并表示李晨在公司行为作风有问题，勾引了他。不仅如此，还在代理他的案子时和他发生关系。李成直接被吊销了所有的律师资格证，就连他的公司也被迫倒闭。白安还觉得不够，直接将他们亲密时的视频群发给了所有人。这下李晨不仅事业毁了，就连名声也臭了，没有人愿意再搭理他，他只能继续和白安在一起。据说他们生活得十分穷困潦倒，有时候连饭都吃不起。不仅如此，两个人还经常大打出手，闹到局子里。不过这些都和我没有关系了，如今我的生活重心已经完全放到了公司的发展上。我希望这世间的所有女性都和我一样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永不言败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